Xsite 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活动，在台湾应该算是少数的，是以一个比较真实的人体的身体尺度作为对象，所以它比较容易被联想到跟建筑或建筑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创作。今年的作品跳脱了比较纯粹的视觉性的，所以它带出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他们尝试想要用所谓的能量，可是如何把能量的这个事情转化成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构筑，甚至是可以让参与者可以真正去体验到的一种身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人想要掌握一个超级能量的这种欲望一直没有终止，而这个欲望是危险。我那时候提出来是原本是想要说，我们来做一个能量的建筑好了，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方便连结，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核电站的概念，因为它是我们人目前能够掌握到的一个超级能量。因此在设置的时候就会产生了很多的碎片，很多的共振震荡。它是一个组合体，它其实不是爆炸的现场，而是爆炸之后的余震所产生的某种震荡，某种末日的将至，或者是某种末日的一种极境，一种重生。我们在做建筑量体的时候，我们会明确的标定出它的一个领域，它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将它转换成一种容纳能量的一种建筑的时候，它反而是将我们所谓的疆域给拓延开来。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可以感受得到，就将我们所谓的能量场给打开了。它进而是由人去感受出来所产生的某种氛围情境，感受到、看到，甚至是碰触到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共振，所产生的一种声波的传递。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人与建筑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由人的参与让建筑产生的生命力。第8届 Xsite 计划，我们定名为爆炸容器。相较于以往的 Xsite 计划，我们的组织架构上其实是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是由超线游击跟真实构筑2个团队来进行这一次爆炸容器的实践。主体结构的话，我们是先用建筑材料用的 H 型钢去做一个基底。那我们的建筑底座做完之后，我们会去装上6支日本运过来的杉木当中间的主结构，然后在外面再加上轻型的钢架，然后最后再敷上中空板。你的喇叭多少？那这种PC 中空板，我们选用茶色，然后它具有透光材质的一种透光性，它可以在不同时间点具有不同的光线变化。比如说日起到日落，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氛围在这一件作品中进行一种光线的建构。我们也希望说打破它单点观看的一种建筑的主体性。在这一次的建筑装置的周围去设置3个碎片装置，透过观众不同的身体姿态，它可以用站立、可以乘坐、也可以卧躺，
去观看主体建筑。这可以蛮大。对我来说，我需要一点点的故事，背景故事，所以我看那个主题，然后去找我喜欢的作品，我喜欢的一些故事。所以有一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是 Igor Kostin 写的，但是第一个人 ，Ukraine 的人去拍那个切尔诺贝利爆炸，所以那个时候大过很长的时间跟那些工作人聊，一起生活，然后记录他们的工作，是从那些人的角度去谈那个事情。作品的环境，其实蛮吵的。现在有船，然后有大马路，然后有高速公路，什么都有。然后等一下应该会有飞机过来。如果我要做一个空间的声音设计，我没有办法跟那个环境比赛，比较是一个很低调的对话。我准备了一个区，可以听到一些东西，有一点像那个很大的建筑，是一个机器在呼吸，还是在震动，跟我们的人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比较是它会刺激震动，刺激变化。这一个作品所谓的爆炸的能量，它从一个隐喻，好像是变成一个预言。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疫情真的是像一颗炸弹一般的投到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它比较接近像一次非自然的进化，其实是迫使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重新去面对一个崭新的、全新的一种时代的状态，甚至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时间感、每个人的速度感。这个作品其实提供给我们的是，我们如何面对一个过去我们从来没有预测的状态。那其实对我来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在学习一些新的可能。